各位人有周有酷学长，路有钱包哇学弟，依旧预算充足的大一新生，还在持续观望的富贵老板，以及偶遇毁号主播拼尽全力无法战胜的酷逼叔叔们，大家好，我是祭司幸会。上次9月份的开学季鼠标推荐小哥了一会儿，所以咱们这次也是全速加班前进，整理了上百款鼠标的参数以及实际体验，随哥弹道。那么这次的合集还是按照惯例，价格从低到高排列，评论区以及橱窗也有鼠标的直达链接，省去各位老板的时间。由于200到300这个价位段问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大有人想要预算内性能拉满，300档确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价位。除去某些鼠标厂还在用廉价的锐域主控之外，主流厂商基本都用上了原相3950传感器搭配诺迪克54115的主控。至于为什么用锐域也很简单，毕竟成本相较于诺迪克54115单只鼠标差不多能省下30到40块钱的成本。所以合集开头我挑选出了该价位段性能配置以及实际体验不错，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几款鼠标。首先第一个，雷博的 VT3 以及 VT7。雷博主要优点在于量大管饱，300档最好的软件驱动，最好的硬件配置，全系诺迪克54115主控，182块钱标准版3195，282块钱 Max 版3950U。目前诺迪克541鼠标最大的800毫安时电池，现在还出了搭载双 5CH20 旗舰主控的 VT2代大师版。当然和其他200档游戏鼠标最大的差异化，我觉得还是雷博对于鼠标的续航和无线体验真的花的心思太多了。不仅仅是针对鼠标续航的优化，官网标注750小时续航之外，充电方式也比别家多了2种选择，不仅有无线充电底座，还可以更换磁吸无线充电模块，续航体验真的很爽。雷博的 VT3S 可以说是目前使用体验最好的类 EC 右手人体工学鼠，主要还是续航这个东西对于体验来说真的还挺加分的。3年一充和半年一充甚至能直接影响到我个人的使用习惯。VT3S 的尺寸会偏小一点，更适合中小手的抓握与抓趴，而 VT3 的尺寸会稍大一些，更加适合中大手的抓握与抓趴。不过有一说一，我还挺喜欢 VT3 滚轮上方的这2个 DPI 按键的，因为我个人有时候是真有切换 DPI 的需求，即便不切换 DPI， 这2个按键你给它设置成音量加减，对于那些键盘没有音量滚轮的人来说也是非常方便。虽然理论上来说 VT3 和 VT3S 都是适合抓握与抓趴，但是 VT3 的这个尺寸对很多人来说其实还挺大的，不太适合抓握。背高居中还42毫米，主要是它的这个126毫米的长度，对于中小手的用户来说，手一放上去咔吧一下就趴那儿了，哪来的抓呀？哎，你别说 VT3 这鼠标的前身式趴握还挺舒服的，就是左侧这边的腰部曲线会有点逼你去大拇指内扣，对于中大手的玩家来说抓趴也挺合适。而 VT3S 的尺寸小了一圈，在高度42毫米不变的情况下，长度121比 VT3 小了5毫米，宽度66也比 VT3 少了2毫米，实际手感的变化其实还挺大的。VT7 和 VT9 则是更偏向中大手的趴握翻抓趴的模具。VT7 的模具虽然说是类独魁，但实际其实差别很大。最根本的原因是鼠标右侧腰部曲线近乎平直，相较于独魁 V3 人体工学的内味会更重一些，但你真要说它是人体工学鼠也不能算，只能说是伪人体工学鼠，比较适合131握法的趴握。122握法下无名指会不可避免的搭在右侧盖板侧的缝隙上，体验相对一般。同时抓握的话，因为右侧腰部曲线平直，你想保持抓握时的控制感，小拇指就会非常累，因为没有一个合适放置的地方。所以 VT7 你就正儿八经把它当个中大手趴鼠就 OK 了。而雷博 VT9 则是2侧做了收腰，但它的臀部有做明显的加宽，相比 VT7 适用人群会多上一圈。我个人感觉 VT9 的模具会更加万金油啊。当然如果你相比续航更加在意鼠标的质感以及外观颜值，那前行者的 S9V2 以及前行者 Z7 一定是300到400价位段绕不开的鼠标。前行者算是这2年异军突起的老牌子了，最大的优点是鼠标质感这一块几乎是除雷蛇之外整个行业最好的一家，尤其是前行者 S9V2 的金属漆，相比起普通的 ABS 塑料质感真的好了不止一截。当然如果你是焊手用户的话，那么我主推他们家的前行者 Z7， 这款鼠标的售价是446，国补之后399的价格，搭载3950加诺迪克54115主控，500毫安时电池，这也是我们目前测试 8K 回报率功耗最低的一款鼠标。混合碳布的这个外壳材质真的不沾指纹。模具的话是类独魁 mini 模具，非常适合中小手的前身式抓握。前者 S9V2 则是类独魁模具，手感基本上能做到和独魁 V3 1:1复刻，比较适合中大手的抓握与抓趴。前者 S9V2 除去主控升级之外，鼠标的底盘也改成了原版独魁的这种电竞大脚贴，手感更好，观感上也非常的简约高级。这也是追求极致性价比的100元以内鼠标。迷龙星球 MX301、MX302、MX301 搭载国产 S1 传感器，16000 dpi、60G 加速度、300 IPS 追踪速率，说实话比正常100元内鼠标的3A1传感器强上不少。MX302 搭载国产 S1 Pro 传感器，24000 dpi、300 IPS 追踪速率、60G 加速度。电池的话都是500毫安时电池，
那么这款鼠标的优点是性价比真的高，100元以下杀穿的那种。鼠标外壳的注塑工艺好的不像这个价位段的产品，虹膜线处理的非常不错，外壳也不怎么容易打油，性能参数上也能对标200价位以下的鼠标，甚至59块钱的 MX301 它竟然还有网页驱动，甚至还不是公版，因为它的传感器用的是国产传感器啊。缺点的话就是鼠标睡眠时的唤醒速度会慢半秒左右，不过不影响使用。59块钱日常办公以及中度游戏完全够够的了。MX302 是类独灰 V3 模具，容感图层比 MX301 大上1圈，比较适合中大手抓握以及半抓发。MX301 类独灰的模具不过会比独灰 V3 小上1圈，比较适合中手抓握以及半抓发。当然，如果你想再进阶一点，明龙星球 MX301 Pro 也可以好好考虑一下。那么这款鼠标的售价是99，重量在57克左右，有黑金银蓝4种配色可选。主要是性能方面，首发搭载了原相3315传感器，并且是首次将复合碳纤维外壳，价格达到了100元以内，甚至还有礼盒包装，拿来送礼非常有面，简直就是人民的鼠标。英菲克英9，那么这款鼠标的优点在于选择面很广，有清脆微动的版本，有静音微动的版本，甚至还有带震动的版本。虽然不防水，但想要性能提升也有 Pro 版和 Ultra 版，甚至顶配版还给你整了点活，磁吸透明后盖。鼠标的背部还带有一个 OLED 的小屏幕以及震动马达，可以在驱动中设置按压时震动。有一说一啊，有点玩手柄的感觉，还是挺新奇的。缺点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英菲克少了个网页驱动，并且配色有点太单调了。然后如果你要买静音的版本，一定要提前问一下客服，不然容易发错。态度千金伞，那么这款鼠标优点在于它整个上盖，包括臀部以及按键盖板都是磁吸可拆卸的，并且附赠了一个塑料镂空上盖以及2个静音微动啊，没错，它的微动也是可以热插拔的，可玩性这一块确实是比较高，包括它的镂空状态下灯效这一块确实挺不错，但缺点也很明显啊。首先第一点，性能不太行，就只能满足一下日常办公和轻度游戏，开灯30小时，关灯50小时，续航时间太短。磁吸按键盖板的框量有点多，手感相对一般啊，但这个设计确实挺不赖的，可以拿来当个小玩具。如果你真要使用的话，我会推荐它179的版本，模具改良之后精度要好上许多。那么接下来是100到200价位段的鼠标，灵豹 M9 Pro。那么这款鼠标的优点是200元以内它能做到双8K 回报率，并且159的价格，3395的传感器，性价比这一块也是无需多言，并且179的版本能够直接更换电池，实现无线续航，确实非常方便。缺点的话就是驱动有点复古，英菲克英10。那么这款鼠标可以说是200价位以内非常均衡的选择之一。虽然说是经典的类狗屁王模具，不过手感差别还是挺大的。鼠标的横过点在54.4毫米左右，做了一个明显的收腰，加上更加明显的翘臀，这款鼠标会更加适合中大手的内扣式抓握啊。英菲克鼠标的优点在于他们家的售后政策非常不赖，并且对于品牌口碑这一块非常看重。之前英10首发搭载的诺迪克主控卖的比较贵，第二批大货版本换成了英菲克自家的鲲鹏主控，降了一波价，还可以首发用户发红包来补差价。说实话，这种操作在外设厂这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缺点的话就是这款鼠标太均衡了，没有什么太亮眼的卖点，不过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缺点啊。不想出错的话，可以整一个这个 ROG 龙鳞 mini。那么这款鼠标的优点是涂层抗打油的效果居然比自家1000元旗舰还要好，并且标志性的 RGB 灯效、晨光同步也都有，甚至还支持奥创网页驱动。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龙鳞 mini 标准版的这根散神线质量很好，使用体验和无线区别不大。外壳是内附的手感，抗打油的效果非常好，指握、抓握、半抓发的手感也非常合适，尤其适合前身式抓握。缺点的话就是鼠标侧键的手感有点软。微界人蜻蜓3大师版，蜻蜓3大师版是经典的类狗万金油模具，并且是目前来说做的最细节的一个类狗模具，包括引导槽、鼠标重量以及底部脚贴，除去规避专利必要的1毫米偏差之外，几乎可以说是1:1复刻狗3啊。中大手的指握、抓握、趴握都很适用。相比狗3，如果你更加在意续航的话，蜻蜓3大师版的体验会更好一些，因为诺迪克54115在续航这一块的体验确实是太强了一点。缺点的话，鼠标的抗打油效果比较一般啊。接着是200到400价位段，阿斯顿 G04 Ultra， 非常经典的类轴 AEC3 模具，比较适合中手抓握。那么这款鼠标的优点在于它的主控采用了华为星闪旗舰主控，在信号干扰严重的环境里，抗干扰的表现非常出色。不过续航就没有诺迪克541主控那么优秀了。罗技 G502， 那么这款鼠标大伙在网吧也经常用，手感这一块也不必我多说，比较适合中大手的趴握，优点在于侧键比较多，以及无极滚轮这一块可以一键切换滚轮的阻尼感与刻度感。还有一个点就是罗技这边的产线非常成熟，毕竟一个产品卖好几年，品控会非常稳定。缺点的话，确实 G502是个老东西了，性能跟不上现在的队伍，而且无线版本的续航真的有点太拉了。ATK 裂空 F1 V2， 那么这一款重量仅有40克、窄腰中臀、背高居中的这么一款模具，抓握和指握的手感非常好，不仅不松的同时，38.8
毫米的背高，也是刚好够到我食指指根的位置，再搭配这个40克的重量，长时间使用起来就非常舒服，近乎无感。不过这款鼠标也是有2个缺点，一个是涂层不怎么抗打油，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极致轻量化换来的上盖结构强度稍微差了一点。VGN 飞龙 Y2 大师版，飞龙 Y2 大师版是类 NP01ES 的模具，高背翘臀，不过和 NP01ES 相比，飞龙 Y2 的背高会更高一些，并且背高靠后，更加适合中手前伸式抓握。缺点的话，鼠标的抗打油效果比较一般啊。雷博 VT0 Max 大师版 ，VT0 是类 XM 的模具，低趴细腰翘臀，是一个非常偏向于中小手抓握的鼠标。这款鼠标的优点可以说是非常明显，首先是鼠标以及接收器都上了诺迪克 54H20 的主控，性能这一块在同价位鼠标里可以说是断档领先。虽然之前说的质感问题，这一次也是换了新的亲肤防滑涂层，质感这一块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可以说除了底盘还能提升之外，基本就是400档鼠标的完全体。最后是400价位以上的鼠标，达尔优 AE7 的话，主要优点是性能上用上了目前最强的诺迪克 54H20 主控，并且还带一个磁吸无线充电底座，中大手趴握人体工学模具，主要是重量上到了70克，属于现在主流市场偏重的一个鼠标重量。其次是达尔优的网页驱动做的还是稍微差点意思，当然如果你是网吧老板或者开电竞酒店，那我还是非常推荐你买达尔优的，一个是耐操，第二个是达尔优鼠标的无线抗干扰做的挺好。蓝族亚特兰蒂斯 mini 冠军版，那么这款鼠标是非常极致一款内扣式抓握模具，前低背低窄腰宽臀的这么一款模具，这款鼠标的抓握控制感相当出色，并且鼠标底部采用了这种半透镂空的底盘设计，非常好看。当然蓝族的缺点也和雷蛇一样，就是电池太小，续航稍微低了点。ROG 龙鳞 ACE mini， 那么这款鼠标首先第一个优点呢，必须是 ROG 的信仰加持，这也是目前 ROG 最值得购买的鼠标之一啊！不管是涂层还是模具手感都进行了优化，中手抓握和趴握的手感都非常不赖，性能也是稳妥的第一梯队。而且 ROG 的售后该说不说是真的好。那么缺点的话，就是这款鼠标暂时还不支持 ROG 的网页驱动，比较遗憾。中大手玩家可以看看月刃2 ACE 啊，蓝族玛雅叉。那么这款鼠标售价是799，重量在47克左右，鼠标模具也是非常万金油，尤其是中大手趴握，鼠标对掌部的贴合感很大，并且很柔，直握抓握都没有问题。那么这款鼠标最大的优点是国产自研的模具，并且手感确实出类拔萃。蓝族是少数几个纯血国产还能上职业赛场的，性能手感各方面都很顶，包装也很不赖，粉色的颜值也很 OK。缺点的话就是250毫安时电池续航太短。罗技狗屁王3，业界公认泛用性最强的鼠标模具。那么狗屁王我个人感觉还是直接上3代比较好，88G 加速度以及888 IPS 追踪速率，纸面参数上依旧是目前第一梯队。狗5我也用过，但说实话狗5的微动手感真的一般般，不过它那个微动静音模式是真的没有声音，这个我觉得还是挺牛逼的。至于微动可调 RT 这个功能，说实话我个人是用不太上。而除了微动以及熊猫配色之外，具体到其他的硬件参数，狗5雪豹和狗3的主控传感器又没什么区别，但价格又差了2倍以上。除了顶级副格之外我还是比较推荐狗3的。ROG 月刃2 RGB， 我个人感觉这款鼠标非常适合中手趴握。那么这款鼠标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它支持3角机械微动以及5角光微动的热插拔，在目前这个时间点来说是独一份的技术。第二个优点是相较于其他 ROG 鼠标，它支持奥创网页驱动，这对于 ROG 来说简直就是神一般的提升。第三个优点就是它的趴握手感真的不赖，并且 RGB 灯效这一块质感也没话说。缺点的话就是这个滚轮的位置太靠后了，个人不是很喜欢啊。雷蛇独魁 V3 Pro， 类独魁 V3 Pro 的模具圆头比较适合中大手的抓握、趴握以及半抓趴。那么这款鼠标无需多言啊，20年的最强鼠皇，性能配置放到26年的今天也是除蝰蛇 V4 Pro 之外的最强鼠标，并且联名版是真的多，宝可梦 EVA、巨龙传说、Faker， 不管是颜值还是性能还是牌面，独魁 V3 Pro 都是直接拉满。雷蛇蝰蛇 V4 Pro， 那么这款鼠标性能这一块无需多言，45000 dpi 900 IPS 最大速率85G 加速度，2025年最强鼠皇的纸面参数确实是遥遥领先啊，并且蝰蛇 V4 自带 8K 接收器，也比往年加钱购买的更有诚意。鼠标模具比较适合大手趴握，缺点的话就只有性价比不高，但这也不算是它的缺点。那么以上就是本期鼠标合集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视频有帮到你的话，请别忘了点关注，拜托了，你的关注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咱们下视频不见不散，拜拜。